韓國瑜在轟行政院，說卓榮泰不附屬3讀通過的法案，把不附屬武器化。哦，你要對付立法院要這樣對付嗎？哦，我突然想起來，蔣經國那時候當行政院長，蔣經國當院長，立委很凶啊。雖然有老立委，也有新立委啊，幾百個那時候啊，300-400個立委，我記得。人家就教蔣經國，有些大佬說該怎麼做行政院長，這樣那立法院怎麼樣啊，應付啊，怎麼對付啊？就跟講一句話，他說：“我尊重立法院，我既不應付立法院，我也不對付立法院。”我還記得講非常清楚，好，不應付不對付，好，那你現在不能拿這個不附屬哦來制衡立法院，你制衡什麼立法院呢？對不对？你制衡立法院只有一個啊，就是立法院复議來复議。立法院1/2复議通過以後，只有接受，啊，只有接受。以前還有接受或辭職，現在連辭職都沒有，就只有接受。憲法就這樣規定了，哦。那至於說要不要解散國會，那另外一個議題，哦。但是不附屬的權利是制衡總統，而不是制衡立法院。那另外呢，是韓國瑜說你曲解了憲政，憲政不是這樣子，憲政不是這樣解釋的，哦。而且你看憲法。這個本文346年1月1號制定的憲法，這個總統下面就是行政院長不附屬這個3讀通過法律，在總統這個欄下面，不是在立法院那個欄下面。所以你覺得他到底要做哪裡？做什麼？當然是制衡總統嘛。哦，那行政院反擊說附屬權是守護憲政的盾牌，是我們在守護憲政。而且呢，行政院說你其他案子我已經附屬201案了。不附屬只有3.8%，是被動防衛啊！看到這我就想起來哈，哎呦，這民進黨真的是哦，那時候國民黨在戒嚴的時候記得嗎？那個時候國民黨戒嚴被批評嘛，被罵嘛。國民黨拿出來的解釋就是說，哪有戒嚴，哪有影響一般生活呢？戒嚴只不過什麼1%還2%而已，就整個戒嚴只影響到我們1%或2%，被罵死了。你1%、2%那是關鍵的1%、2%嘛。言論自由、主黨民主，那是關鍵的1%、2%，民主政治的關鍵嘛？什麼3.8%？你在講什麼？對不對？好吧，這個蔣萬安就生氣說啊，卓榮泰創的憲政惡例，還好意思出來說哦。那另外呢，這個李彥秀說卓榮泰沒有理由不附屬，就是這2400會不會用這個做武器了啊？我認為也不會了，他也不敢啊。那另外呢，媒體也說違憲還算幾%？對不對？所以李惠芝應該他認為卓榮泰是學法律的，應該去重修憲法。李惠芝發言人應該去跟卓榮泰一起修。我們看一下。好，昨天是立法院第5會期的最後一個院會日，立法院長韓國瑜在結尾特別發表感言，盤點這個會期，立法院總共是通過了95個重大議案，從國防、兒童托育到教育，還有交通安全，都有相關法案通過。不過話鋒一轉，他也把矛頭指向行政院，不附屬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案。我們一起來聽。本院為人民選出之立法委員組成，依照憲法的本旨，行政院應向本院負責，而本院有監督行政院之權。但近年來，針對本院3讀通過的議案，行政院卻以不附屬的手段，將不附屬武器化，曲解憲政規範，架空行政對立法負責之復議制度，破壞憲政體制。本席對此深感憂心以及遺憾。打破憲政秩序，而且創下憲政惡例的，就是不附屬不執行的卓榮泰院長。行政院還好意思出來說要維護憲政秩序？獨有的事件爆發至今，從沙拉油到苦茶油到現在麻油，都已經淪陷。請問行政院卓榮泰院長什麼時候要出來負責、出來道歉？好，這個一真怎麼看？不附屬這件事情，其實大家討論了很久哈。那我想韓國瑜院長他最擔心的不是說單一一個法案，而是這個不附屬已經變成行政院的第2次的否決權。因為其實也講得很清楚啊，憲法增修條文就已經明定，立法院通過的法律，如果行政院覺得窒礙難行，就提復議。復議之後，如果立法院仍維持原案，行政院長應即接受。剛剛趙先生也講得很清楚，就是這個呢，應該是不附屬，應該是對總統，而不是說
來對付立法院的。可是韓國瑜的憂心，大家也聽得非常清楚，就是現在已經變成行政院去對付立法院的武器，把這個不附屬呢，就是擴大到行政跟立法的相互衝突、相互的对立。那更好笑的是，201案的附屬，8案不附屬，然後就有一個比例叫做3.8%。這個數字到底可以證明什麼？行政院現在把這個3.8%拿出來，就說：“哎呀，我們非常的審慎，行政院是被動的防衛。哈，我們這個民進黨執政10年，我們已經是這個執政的成績非常非常好，我們已經被動防衛了。你們這個就是藍白呢，就是亂政等等的。那照這個邏輯，剛剛大家也講到戒嚴，照這個邏輯的話，我們1年365天，賴清德總統宣布，其中14天戒嚴。”也差不多3.8%，那難道說我們就可以說啊，這個比例很低哦？我們這個中華民國的這個民主憲政制度就不會因為14天的戒嚴受到任何影響嗎？不是這樣子的嘛？憲政秩序不是在算這個到底及不及格3.8%還是多少趴？現在民進黨很喜歡自創這些比例數字，之前的毒油致癌油事件才說使用問題油超過20%才預防性下架，那現在這個不附屬呢，就說哎呀，我們這個只有3.8%不附屬，已經是好棒棒。民進黨執政10年就是給民眾這樣的成績。吳崢，這個不附屬我們討論過很多遍了，那其實這就是一個台灣現在憲政上遇到的難題。那不過行政院講說這是一個防禦性權利，我覺得其實要回到這2年整個國會跟行政部門互動的整個經歷來看呢，因為其實行政院現在講的是他認為這一條法案有違憲，他不附屬。但是其實包含在2024年，當時立法院其實在審國會職權法的時候，其實當時行政院、包含司法院等等監察院，其他他們有認為違憲嘛？其實但當時最後這個法案出了立法院之後，其實當時包含總統、院長是附屬的，然後賴清德公告賴清德總統公告完之後就送憲法法庭審嘛。那現在最主要的是最終的仲裁機制憲法法庭現在停擺了，所以其實我講過很多遍啊，但我覺得根源還是要回到說，那怎麼樣把憲法法庭恢復它的功能。那另外是說，其實在過去這幾年，包含賴清德總統也首度動用過寫在憲法裡面過去大家沒有嘗試運用過的所謂總統的院際調解權。那我覺得這就是等於用不同的管道嘗試來化解行政跟立法之間的矛盾了。那從韓國瑜院長今年的一些近期相關動作，我覺得院長也有意要來去扮演這一個調解的角色，只是說過去的經驗，有時候韓國院長跟總統他院長兩個就說好，那試試看怎麼樣事情有轉圜。但是韓國院長回到立法院也不一定能夠就直接要求各個黨團要怎麼做，所以這就是現在政治的一個情勢了。那我覺得現在講白了，大家好像有一點在看說今年年底大選選出來會怎麼樣，所以我覺得這可能還是對看今年選底會不會牽動各黨的意志。但是你今年大選結果還是影響不了立法院的結構，還有2年啦。我覺得啦，你剛剛講的很對了，就是這個正本清源。大法官趕快這個產生嘛，但是大法官產生，你賴清德如果還是提名那個很親綠的大法官，我告訴你不會產生的嘛。我是立法院會不會通過？你是立法院通過嗎？你難道不能大家朝野坐下來提一些社會大眾認為有親望的，在學術界有地位的，然後沒有那麼強烈意識形態，只有那麼難嗎？非要提的，非要我親綠，你N47委員是一樣，你大法官也是，你監察委員是一樣，怎麼會給你通過嘛？今天任何人不會給你通過的了，小董。大家看哦，現在因為民進黨現在的情況很特殊哦，他們等於說跟過去我們認識的民進黨完全不一樣。你如果拿40%的選票，你要滾牙旁，其實在台灣社會是沒有人能夠接受。那賴清德採取的方式就是對抗嘛。像我們跑政治新聞這麼久，30幾年來，民進黨沒有像去年的大罷免輸得這麼慘，32-0，連1席都沒辦法，從來沒有這麼慘。你說民進黨有改過來嗎？沒有。現在青鳥又恢復了。賴清德現在是怎麼樣？西方政治學這個叫做尾巴搖狗，你狗的腦袋應該去指揮狗的尾巴搖，你怎麼反而被這些人在搖？那他認為說我都用對抗的，其實眼前有一個好的例子啊，民進黨原來劉兆豪使命我都要選台東提名陳瑩了，民進黨去協調沒用啊。最後是誰協調成功？蔡英文啊！蔡英文叫劉兆豪，你不要選了。劉兆豪說好，我不但不選，我還當他競選總幹事。因為蔡英文是主任委員嘛。是啊，那你要用一些方式去化解嘛。蔡英文雖然他是民進黨執政，他跟賴清德那個做法又完全不一樣。結果蔡英文這個事情調解完以後，他去哪裡？他跑去台東縣政府跟姚慶玲合照 po 上網。民進黨正要法辦姚慶玲說你怎麼可以發布那個電視那個對不對？參加
好，海峽論壇怎麼可以？他就在做這些動作都是一個和解，那他對台東的選情，民進黨會有幫助啊，對不對？有中間選民，我是要告訴你，蔡英文在教賴清德怎麼當總統，他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你所有東西都用對幹嘛？那對幹的話，你沒有一個事情成啊。財劃法你也不承認，對不對？然後所有這些老舊眷村條例你也不發布，他不發布的已經有7個的案子了，7個立法院3讀通過的案子，那這些8個了，現在8個，現在已經第8個了哈，大家可以看到，那你用這樣的方式的話，下來台灣沒辦法做事嘛，哦，其實最主要就在執政者啊，執政者你的態度如果一直這樣，那下來怎麼辦？說要看年底的選舉，我也不相信。就像我剛剛講，30年來民進黨沒有輸過這麼慘的啦，對不對？民進黨哪有輸過這麼慘？我們前一次民進黨輸最慘是民國81年，那時候李登輝很得意，我們去開記者會，李登輝在現場發給每個記者3、5煙呢，現場哇好高興哦，那時候就可以看到，後來民進黨哪有輸這麼慘？就32比0前金覆沒，你應該去檢討說，我應該怎麼樣讓台灣社會更和諧，然後台灣的國防更安全哦，這些東西當然都要考量。但你不是採取對抗，那個就是完全是選舉的考量。說我用這些人來，只要你藍白到時候不合，我應該還是我勝算哦。那他現在想的是這個對台灣社會完全沒有幫助。好吧，就是說這個今年年底一個選舉，當然2028是一個關鍵選舉了啊。但是反正選民自己去考慮吧。休息一下再回來。何志偉現在什麼職位呢？總統府副秘書長，他轟劉學燕說殺人也是你，救人也是你，哦，那蔣萬安就出來說了，說呢何志偉連喊3次不要為難弱勢，蔣萬安說，所以證實你契丹這個事實，總統府已經證實他不要這個單子了嘛，就是本來要買跟弱勢買月餅啊等，現在不買了啦，哦，那另外呢，因為弱勢團有一些庇護工廠。他們的訂單受到影響，蔣萬安說不要拿弱勢議題來做政治操作哦。那另外呢，好，徐巧芯更狠，徐巧芯說國務機要費有3000萬，對不對？買月餅才100-200萬，明年哦，月餅以外的國務機要費都給你刪掉，就保留月餅，那你繼續買月餅，不要說今年了不買月餅啊、哦。那說這個叫做反殺這種情勒啊、哦。那歐孝林也提出來說呢，你只要立刻解凍，你知道這個，趕快把立法院3讀通過的法律案去公布，就可以解凍2000萬嘛。何志偉說不可能，哦，而且有人會出事啊、哦。那媒體是說，有錢給合法要飯的，沒錢去看災，因為說只能打電話，沒錢買月餅，哦，因為呢有一個歌手啊，叫做楊舒雅啊，楊舒雅當時曾經有講過了，合法的飯誰不要？哦，當時文化部的補助嘛，結果呢說現在呢獲得文化部70萬元的補助，哦，所以外面就說那你的文化部的標準是什麼？到底是在扶植創作，還是在扶持某一種政治文化？到底怎麼回事？哦，然後呢有70萬可以給，沒有錢買月餅，沒有錢去看災啊、哦。那他現在要因為立法院3讀通過要補助這個軍公教團體的一些這個沒給的錢了。那軍公教團體說，雖然如此，票還是不會投綠。不過講是這樣講，其實軍公教本來就有投綠的，也不是都沒有投綠，它只是比例問題了。另外，他投也不會告訴你啊。我們看一下，國務機要費要刪要動要保留多少？我相信可以有更智慧的方式來處理。那庇護工廠，我想總府這樣的說法也證明他們契丹。那不管是吳市長他願意買下來，或是台北市政府，我们長期對於庇護工廠的支持，都是站在弱勢的這一方，所以不希望看到拿弱勢的議題做政治的操作，就不要刪就好啦。為什麼要搞這麼多花招？你今天沒有被刪掉這一筆國務機要費，溫暖的錢，支持弱勢的錢，就不需要今天擼成這個樣子啊。契丹的原因就是預算被刪掉了，就這樣子，這麼簡單。我無法去揣測他的政治動機，我無法，真的是契丹啊，是啊，我們真的把這些
原本要買的屁股工廠的月餅全部放棄掉了啊。来，于学兄，我覺得哈，大家深陷在這個買不買月餅哈，我覺得實在是有一點中了總統府的計了。我曾經當過台北市政府的社會局局長，我要公開講，我們這些庇護工廠、這些弱勢團體，當然都很需要幫忙。可是各位知道嗎？我們的社會救助法從2010年修法到現在沒有動過，我就公開問行政院、問民進黨立法院黨團，你的那個虛擬所得什麼時候要改？我覺得我們中了一個大計。民進黨政府該做的事情是，各位知道嗎？我們長期以來，我們的這些弱勢近貧的人口只佔台灣的2.5%，OECD 國家貧窮線是10到15%，什麼意思？江宜珍小姐，你沒有收入，可是我列記你只要滿16歲，我認為你應該工作，我就直接把那個工作收入就直接扣你頭上，然後一算你永遠中低收入戶，你永遠過不了。我們在社會局一天到晚在臨時核你6個月，臨時核你6個月。這些團體不乏以前是這個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譬如說我們很敬重的陳潔路委員，民間團體化歸不顧，民進黨不改就是不改，這個才是要解決的問題。所以我要公開講，就是說，我們當然支持庇護工廠，可是可不可以請民進黨行好？衛福部有沒有版本？沒有。到現在為止，虛擬的貧窮線造成台灣是一個國家2個社會，這件事情為什麼不處理？林月琴委員，你作為不分區第1名的立法委員，你是社福界出身的，你也是我的好朋友。我請問你開過幾場公聽會？這條法到底要不要改？民進黨只要做完這一件事情，就功德無量啊，而不是賴功德，而不是在這裡炒月餅買不買，而不是在這裡炒這間矮一間變，當然都需要，我也知道。問題是到底要不要辦正事？社救法的貧窮線的修改，要做不做一句話。我覺得長期以來有很多社會團體跟民進黨友好很可憐，那不跟他講啊，講幾波故愛唔改就唔改啊，不改就不改。我那天晚上他不改的原因是什麼？他說啊，這個會造成財政部在稅收上的問題。好，那你不要100%，那你列記的那個範圍可不可以放寬？可不可以打個幾折之後放寬？我那天晚上我跟黃雙嘴通電話，氣死了。我說嘿唔去處理，你處理這啊，那冤家相拍講，因為沒有國務機要費，沒有月餅。我在公開講的是應該啊，可是你替我們這些貧窮的老百姓想一想好不好？你替我們這些社工面臨在第一線，在區公所社會科的社工，這些貧窮的民眾在那裡咆哮，拿不到臨時的這些救濟6000塊，大個月去哀，該這樣做嗎？再講一次，月餅需要到了啊！大家如果這個採購上有，那當然就買嘛，這好事一件，我們也沒有講不好。但問題是該辦的正事，你去問社會團體，社救法10幾年沒有改了，為什麼民進黨執政到現在，衛福部你的態度呢？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沒有版本，行政院沒有態度，你還要再拖多久？就這件事情就好了，你做一件，看人家去買下月餅啊。洪德兄，以我們在立法院處理這些事情啊，有太多辦法可以解決去買月餅這個事，太多方法的話，這個預算是活的，而且還有相關的一些法條啊，可以拿來適用。這就讓我想，剛才這個表示提到的火車對撞哈，如果火車對撞對行政院，我想都最後不利的一定是行政院，不利的一定是所有相關的人民啊。刚才我們談到這個不附屬啊，這也就是火車對撞。像我們都在立法院待過那麼多年，不附屬好以前沒有發生過。對，我們在回想陳水扁先生當總統的時候，8年也都是朝小野大。啊，這個立法院就是民黨就是少，那時候我們都在立法院。陳水扁先生從來沒有用過不附屬，不附屬在我的腦袋裡面的認定就是行政院長拿來自首這個總統的這個權力過大的問題，因為現在總統可以不接受人民的監督，他如果說像蔡英文講，我不開記者會就是不開記者會。哦，我也不到立法院叫我來，我也不來，對不对？誰可以監督到他？所以我想這2個題目其實都是執政者的一個心態了。為國家好，當然要坐下來談嘛。對，韓國瑜韓院長的意思就是說，大家坐下來談嘛，來談我怎麼解決問題啊？以前那個這個陳水扁先生
當總統的時候，常常邀在野黨的黨主席到總統府去談談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連陳水扁都會做這樣說，現在的行政院跟總統府為什麼不學一學？美國其實也有附議，對不對？你國會、參議院、眾議院通過了這樣一個案子啊，法律案這些，美國總統他可以把你否決 ，veto， 否決以後你就送回到國會來。當然，他們國会的他們的憲法的規定就是那用2/3通過。我们原来也是3/2，后来改成1/2。那不买，我们现在的宪政的設計是這樣，我們就尊重現在的設計。那美國是2/3在就通過了，美國總統就不敢怎麼樣。國務機要費搞到連什麼這種弱勢團體的那個月餅都沒有錢去買等等。我看一個國家這麼大一個國家。靠這個半導體產業一年可以賺那麼多的錢，搞到這種月餅這麼小的事情，100多萬的事情，都這樣吵得紛紛擾擾。當然，這裡面是民進黨就認為說，我就我挖個坑嘛，你就要跳進來嘛。但是都不管怎麼樣，朝野為這個事鬥爭到實在是有夠難看。那這裡面就是卓榮泰真的啊，大家以前其實也是可以聊天，是朋友啊。我想請教一件事，你這個不附屬這種事情會不會難看了一點？蔡英文8年，陳水扁前面8年，有沒有過所謂不附屬的這個情形？沒有啊。那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而且要連續做8次？這個談判就是非常的過分了，哦，非常的有違一個民主國家的一個常態。你如果說在野黨權力太大，我告訴你，在美國，你每一個部會首長，新的內閣組成，你每一個部會首長。你都要經過國會同意，或者每一個大使的任命都要經過國會的同意，否則你過不了。立法院在中華民國憲政的這個所謂的跟行政權的這個權力的這種分配、這種 interaction， 這個對這個互動來講，已經居於非常弱勢的地位了。你進一步去打擊立法院，我就請問你說，那這樣子你有把人民放在心裡嗎？人民的最高的代表其實是立法院的，那你這樣子一再打擊立法院，你不是打擊我們台灣的這個人民嗎？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呢，真的是一再用這樣的附屬，你要創造一個正式年鑑的記錄，也不需要用這種方法了。休息一下再回來。好，陳慶宇開屍趙建銘半個月了，哇，這個新聞都一直在報道啊。那陳慶宇現在說了，你們記者不要再來堵我了，我很困擾了，哦，所以他今天改變態度，快步進診所，沒有回應記者的問題。哦，其實陳水扁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他是被記者堵訪，但這是他自己主動的嘛，對不對？否則記者怎麼知道你跟趙建銘怎樣？哦，那另外呢，所以。他現在賴問題也一大堆，所以呢，他現在的組一個叫 Discord 的群組，名稱叫巨炮，哇，還蠻符合的哈。所以呢，大家都笑了說，現在看起來很符合他的人設哈。那另外呢，陳水扁的手機桌布也放了陳信宇跟他孩子啊的這個畢業典禮的合照，所以呢，重點就是4個人啊。那另外呢，這個原來。早先的是罵記者，後來現在還組成跟記者組成信宇之友會，所以呢，這個資深媒體人就這個孫家磊哈，就這個驚嘆說，只有陳信宇能夠超越陳信宇啊。那另外呢，這個也有名嘴說他哈，只要選立委100%會當選，可以去接王定宇那個選區。陳信宇說我沒有要選立委，我不要選立委，我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啊。那另外呢，這個謝龍介說，陳信宇最近半個月每天面對媒體，可能不是為了2300萬吧？哦，陳致中政治發展受限，陳水扁可能希望陳信宇延續他扁家的政治影響力，哦，所以呢，阿扁已經要半出場了。說陳信宇如果要選的話，阿扁一定會出來。那陳信宇說，市長我要投陳亭妃了，
那我一講這個鋒芒都不相及，人家他要接陳定宇，他說市長我挺陳清飛有什麼？那你總統還投誰呢？哦，有什麼關係呢？啊，所以市長想投陳清飛，陳清飛一聽要投我，趕快說，哎呀，他真性情，要替陳信宇加油啊！那另外呢，陳信宇說對政治沒興趣，他奇怪，台南市掛出個看板，陳瑞隆當市長，陳致中拼立委，理論上講他是不能選立委的，因為選罷法規定曾經犯某幾個罪是不能選立委的，他為什麼要拼立委？所以有人講是不是別人幫他登的廣告？但是他不能選啊！如果這邊寫信宇選立委，還有道理啊！我們看一下，有人說。你可以出來競選立委？我沒有，我不要，我真的就是牙醫，对我对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所以龍介說在扁家在布局要選舉，所以沒有，我真的沒有。但是我是想投陳亭妃了。高董怎麼看？陳信宇現在顯得比較不講話，我相信是為了那3個孩子。我印象中他的大兒子曾經第1年是到北醫啊，你知道，後來就到美國念書。好，他們成績都很好，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你在這個環境哦，你的同學困擾很大。比如說陳信，你這幾天拼命講話，那他這些小孩的同學會說：“哦，你老媽怎麼樣？”他其實生活上是會有困擾。本來扁家吧，大家慢慢遺忘嘛。所以有人說他要想我打死我也不相信吶，不太可能。因為我過去跑阿扁也蠻久了，就是說他們家像阿扁那麼狂熱的是很少啊。阿扁碰到政治什麼都火起來了。好，他睡覺的時候，我打電話去，陳致中接電話，我說我是那個爸叫，啊，他想一想，還是把陳水扁叫起來。陳水扁電話拿起來，開始罵我了，我這已經睡覺了，聽到？我說我要問你一件事情，他一聽，哇，就開始講得猴靈猴叫，他睡着是被我叫起來，曾經這樣過。那我講哦，其實我非常理解做一個媽媽的，因為你現在講的時候，陳信宇這2天有講到了，就小孩子。就會不會選擇要選爸爸還是選媽媽？好，那當然，我們現在社會上大家對趙建銘這個陳世美的反感是很強的，可是對孩子來講未必啊。好，他跟他爸爸可能有一些相處的手法，哦，那他有什麼事情他也會找他的阿嬤，哦，他姓趙的這邊的阿嬤就簡水蓮，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其實是有一些親情的。我記得哦，我在跑阿扁的時候，那時候阿扁當總統的時候，有一次趙大哥在節目上講，他說你們根本就不了解我不曉得你覺得，他們夫妻感情是很好，現在年輕人一下能夠生3個是不得了的，記不記得？我不曉得你記不記得，我都一直記在腦袋裡面。為什麼呢？那時候的感情是真的很好，真的不到5年之內生3個，你會想想看嘛？哦，那時候有一些什麼變化？當然是因為扁案嘛，扁案的第一槍就是趙建銘內線嘛。內線回去把這個告訴3井宴吃2次回去告訴他爸爸講這個好的發財機會，趕快叫媽媽半夜抱着現金坐火車到台北，那時候沒有高鐵嘛，因為我們那時候在打扁，那印象很深刻，這個就改變了陳信宇的人生了。本來我跟趙建銘是這樣，當然裡面有一些政治的成分，可是到最後我是被政治害得這麼厲害。好，他扁案以他的資質來講，他是一個牙醫師。你看他光那小孩的錢就這麼多錢了。他想說牙醫師有這麼好賺啊？沒有錯啊。那趙建銘大概賺的不比他少啊。所以如果2個夫妻好好來做的話，這些小孩又這麼乖，又都會念書，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公子跟王子的那個幸福美滿的生活。他不用靠政治啊。但是我覺得他被這些打破，所以他對政治是絕對徹底的反感。但是他在這個事件以後也發現了。原來當記者是這麼可愛的，他過去看到記者就開罵，信宇我也是記者啊，要記得。現在看到小董覺得好可愛，他以前也偷偷在罵我也知道，但是也沒什麼關係。我覺得在台灣社會，有些時間冲淡了，大家了解更多就好。這句話是要給賴清德聽的。來，吳崢怎麼看？怎麼看哦？其實，我覺得其實現在狀況也蠻明朗的，主要是我覺得。這幾個禮拜，台灣社會普遍，我覺得對陳信宇同情很強了。但是其實，因為看他講的一些話，其實這時候真的會覺得心酸啦。從他早期一開始講說，本來希望一家5口有機會去出國，然後始終等不到。到後來他講說，他覺得他比許千千更愛趙建銘，其實你都感覺到說，其實他用情很深啦。然後到後來趙建銘自己出來。
然後他也坦誠說，趙建銘就是他就說他也喜歡過許芊芊，然後但是他後來就这個交男朋友怎樣？但是因為大家一對就對出來說不對啊，可是許芊芊是2024年結婚的，那他的交往肯定更早之前，那所以就說你在這個婚姻中，不論你有沒有這個些什麼租房子啦、名牌包包怎樣怎樣，但是他自己承認他在這個婚姻中早就有惡心嘛，所以我覺得那這個事情也蠻單純的，所以我覺得最後可能這個如果說後續大家還要追蹤，其實就是說那這個小朋友的教育基金到底怎麼樣？那目前好像現在有一些消息流出來說，可能趙建銘正在籌錢，然後雖然他之前說要投資，但不知道錢拿到哪去了。那我們希望最後他可以把這個錢順利的還出來，因為這也是他作為父母的一個責任。醫生。這個台南市長還是呼籲大家頭謝龍介哈。不過陳信妤這件事情，的確就像吳崢所說的，很多人會把自己的一些情感啊，或是精力投射在陳信妤身上。那你看到這個已經半個多月，這個話題就是不斷哈。這個婚姻的糾紛本來應該是這個私領域哈，或是家庭。那現在我們政論節目也還在討論。那但是各方的這個事實言論，其實就是證明，雙方看起來就是不合適的人哈。那不過你從就是趙建銘跟陳信妤的這個受訪的一些言論可以看得出來，像趙建銘談到自己談到這段婚姻的時候，他都強調說啊，我一直被醜化，我被逼的，離婚我損失比較多。他談到的很多方面，他用的都是我，比較是站在自己的身上。甚至呢，他也叫陳信妤去檢討說，你要檢討你自己做錯什麼，你要想想看你到底做錯什麼。但反觀到陳信妤身上，他倒是講了很多，比方說第一次引起話題這個 Google 的這個評論，到他診所的一些評論，他就可以對小孩子講了非常非常多細節。但是相較於趙建銘的部分，他就說，我要給小孩辦副卡呀，小孩怎麼樣花都可以。但是對一個真正跟小孩很密切或有在照顧小孩的人來說，不是給錢就好嘞。比方說小孩到這個美國去念書，他的食衣住行怎麼安排？住哪裡？然後這個地方適不適合？要怎麼去採買東西？是不是要買車還是坐這個學校的公車就足夠？或社團怎麼樣？所以我相信這個大家對這個照顧，或是現在對陳信妤的這個個人的部分的支持，我想是大家永不共睹。那再回過頭來，這個前面提到月餅的这件事情，其實按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9條規定，你對這些身障福利機構、團體、庇護工廠，其實都應該要優先採購。那甚至呢，每年都要達一定的優先採購的預算比例。這幾天也有很多，就是我們新北市的這些，不管是庇護工廠，或是這些長期在做這些月餅禮盒的負責人來跟我聊，就說他們真的想不懂，他們也想要問總統府說，到底為什麼國務機要費刪掉之後就不能買我們的產品？其實我們新北市並沒有受影響，因為總統府呢並沒有就是長期以來都沒有跟我們新北市來採買，倒是我們市府今年因為這個其實新北市我們做出來的產品還不錯，甚至市府自己要買還差點買不到。那但是這些團體們反映出來的聲音就覺得說，為什麼我們拿出來被這個總統府做一個背書，做一個擋箭牌？你刪國務機要費變成說我們的秋節禮盒要減少訂單，他們用的字，你知道，其實他們講話都就是非常溫和，這樣。他們用的字是說，真的讓人不爽，我覺得無言。難道說身障團體的產品只能靠國務機要費嗎？完全是無言。我覺得總統府還是要好好想想，到底要怎麼樣才是真正的照顧這些身障團體。休息一下再回來。好，新竹的竹北竹北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对，高科技啊，那邊的房子要漲價哈，然後呢，房子蓋很漂亮啊，然後那個學歷聽說是全國最高的，所得是全國最高的。竹北本來藍白那樣共推市長候選人，正式昨天宣布破局，黃國昌協同邱成遠，本來邱成遠要去選，邱成遠原來是代理新竹市長要去選竹北市，宣誓堅定參選到底。反正既然破局了，你選你的，我選我的啊。那另外呢，黃國昌也批評徐信妤說他說話不算數，他們中間之前不知道怎麼樣協商的了。說鄭麗文跟他們講說，我也沒辦法，黨主席沒辦法。他本來說相信鄭麗文會履行承諾，徐信妤會說到做到，但很遺憾，國民黨內部沒有辦法履行承諾。鄭麗文很明確的說，他沒有辦法處理竹北市長的選舉。那另外呢？這個黃國昌說，因為我們早有默契，竹北讓我們選了，所以新竹縣長我才沒提，因為新竹有新竹縣、新竹市、竹北那事後喊民調不可能接受
說呢這個事後才談啊。那另外談崩了，邱成遠就點名鄭麗文跟徐熙颖說你們要負政治責任啊。那另外呢，這個黃國昌說你們這個原來的承諾被撕毀了。鄭麗文說我還是很珍惜合作的初衷，還是希望能夠繼續合作下去啊。那這個說以前綠營曾經一屍五命，現在變成藍營要上演嗎？那國民黨提名的是吳旭智，他說黨中央也沒有要我退選過啊。那所以呢，他說這個我是理工背景啊，很跟柯文哲很像啊，竹北很多理工人啊，所以怎麼樣讓竹北變得更好啊？我選就為這個目的啊。那另外呢，民眾黨也跑出一個李珍秀也要來選啊，李珍秀就酸黃國昌，說國民黨跨立博啦，就是根本不理你了，所以呢，他們根本不理你。我們看一下，過去這個禮拜，我唯一得到的資訊是中國國民黨的人透過媒體的匿名放話，就只是在幫徐欣瑩講話不算話，在找借口而已。這話已經不留情面，竹北市長這一戰，藍白確定合作破局。黃國昌高喊藍營不遵守協議，但這份合作默契到底有沒有白紙黑字？沒有簽下白紙黑字的協議。我有跟鄭麗文主席見面，說他沒有辦法處理在竹北市市長的選舉，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遺憾。那黨中央今天沒有過一次要你退。是，並沒有去傷害誰做過什麼承諾這一段，然後其實這個其實也不是以我們的了解，這也不是我們能夠去了解的這個部分啊。但是整件事我們看重的是政黨合作之間的誠信，還有對於承諾能不能夠說到做到。前一天邱成遠跟痛批要鄭麗文負政治責任，但先前竹北不是沒有合作可能，國民黨也提議要不要用民調來決定合作人選，但黃國昌拒絕。在鄉鎮市長的那個層級是用協調的方式來產生，等到我們在新竹縣決定不推人了，回過頭來跟我說竹北的方式要用民調來決定，我沒有可能同意。這份藍白過去承諾看來已不算數，吳旭智已領表，邱成遠下周也將前往登記，藍白各自登山，但徐欣瑩也呼籲竹縣團結仍是重中之重。未來會不會影響未來合作的基礎？我希望不會。黃國昌這一句“我希望不會”，已為26、28年藍白合埋下變數。余秀秘書長，我想這大概從今年的年初開始，一直到這一刻，這個我身為來來回回這樣語壇的人之一，這是一場對我而言是極其疲勞的溝通過程。好，那我也公開坐在這裡講過，說有4個時間點，好，一個是中國國民黨的新竹縣長初選前，一個是初選結束之後，一個是竹北市長初選前跟竹北市長初選後。好，那相關的協議跟大家的默契其實一直都在。那一直到前天晚上，好，我們也認為開大門走大路，我陪同黃國昌主席，好，拜訪了鄭麗文主席，也很開誠布公的跟鄭主席表達說，這些這個徐欣瑩委員，好，都已經承諾，那鄭主席也表達知道，好，但是他也很坦白講說，這個地方很複雜，好，恐怕沒有辦法，好，這個照這樣的方式來進行。所以我覺得，對於台灣民眾黨而言非常遺憾的，因為我們其實在全國各地在縣市長這個層級，我們跟在新北跟李四川跟川博，在宜蘭跟吳宗憲委員，在嘉義這個是張啟凱市長跟當時的翁水朗醫師，我幾乎每一場的這個會談，我作為黨秘書長，這是我的工作之一我自己了若指掌，尤其竹北。來來回回的溝通，超過10次以上。好，那兩邊其實大家關心的人都很多。好，那只不過讓我們非常訝異跟傻眼的是，最後的結果竟然是這樣。但是我也要講，就是說，我們當然不希望看到這種話已經出口，然後卻沒有辦法做到的情形。所以當今天早上我們開記者會的時候，記者同學特別問說，這個會不會波及到其他縣市？那黃主席的說法是我們希望不要，因為我心裡深處很知道，我們不喜歡人家這樣做，那我們也要跟着這樣做嗎？
所以就算是在前天晚上已經是這個沒有辦法共推一組的狀況，昨天黃國昌主席依然跟川博這邊該拍的企劃一件也沒有少過。這個禮拜天，好，這個柯文哲前主席的台灣新故鄉智庫，在台中就有一場治理從地方開始的中台灣論壇，我們也邀請江啟臣副院長來做 presentation。所以這些東西對於我而言，我現在只能跟中國的朋友講說，我們講出來絕對大條做個搞，而且不會有任何的打折啊。但是竹北這個狀況，我也只能講說，在演出沒有辦法避行的狀況之下，對於新竹縣長的選舉恐怕會非常吃力。竹北原來是說要共推一個人，還是用民調來決定？沒有談到民調，我手上還有當時的結論是什麼？結論是鄉鎮市長、縣市議員依各自政黨機制，在各縣市自行提名或徵召，如個別選區有整合需求呢，再去做整合，再去做協調。那事實上，大家心裡都很知道，因為當時新竹縣這個是柯主席當時還交代說，我們要支持中國國民黨勝出的新竹縣縣長候選人。他今天下午已經在台南正式答覆，咱袂使人亂的啊！你袂使講人算出來的時陣，好，我們大可以提名縣長候選人啊。如果以我們2024年的政黨得票率，我們在那裡有超過35%一直到38%，但是柯主席當時他覺得那個是他的故鄉，應該要一起再合作，所以他特別提到縣長，我們在竹北努力，但縣長我們要支持中國國民黨勝出的候選人就是徐熙委員。這個很清楚啊，可會讓我也傻眼，是說哇，安奈代志該不要變安呢？玉芳兄，這贏了戰役卻輸了戰爭了，哦，贏了一個小戰場，卻丟掉一個全國性的一個戰場，是划不來的。我認為國民黨這個時候要做的是展現度量，好，原因是因為你需要民眾黨的支持。你比較大的黨，你就是要更加要開大門走大路。那民眾黨現在氣勢很低，民眾黨氣勢如果繼續低下去的話，不然民眾黨是完蛋，國民黨會重挫了。你現在跟這個在立法院，你現在還能夠通過你要的條例，這個無人載具的條例，那是因為民眾黨配合你啊。所以對我來講，要很殘，可能對我們本黨想要在那邊選舉竹北市市長候選人不公平。但我要說的是，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或是政黨的主席，或是主其事者，你要有一個大的眼光哦。新北市就應該要讓給民眾黨，只因為竹北，只因為有很多的選區。我們都要跟民眾黨要合作。我再說一遍，他們這個時候是很脆弱的時候，需要我們拉他一把。我們要人家支持我們這麼多的縣市選縣市長，未來還可能2028年還有總統選舉。這個竹北非常的重要，但是會比我剛剛所講的全國的這種選舉更重要嗎？最後的總體的結果更重要嗎？所以斷然要決定，我在那邊呼籲鄭麗文，你要斷然的做決定，就是要勸退我們新北市的這個竹北市的這個市長的候選人，為了大局，要犧牲個人的利益。一真，今天是投票倒數93天後，下周就開始登記後5天。那其實過去這段時間，我大概心都在新北，對竹北比較沒有這樣太多的關注。那當然，其實因為下周就要登記了吼，所以這樣一個人選，因為登記下去，這個恐怕人選就是定了。所以還是希望在最後一點點時間，是不是彼此再努力一下，看可不可以有個最好的一個結果。因為相較於民進黨而言，當然會希望說我們藍白沒有任何的合作，最好竹北一路炒到新竹縣，再一路燒到包含像新北燒到宜蘭，燒到嘉義。我覺得這個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所以就是說，如果說協調不成的話，邱成遠照樣去選他的角色，是不是這樣？沒有，因為鄭主席已經明確跟我們表達，他沒辦法，不好處理這個地方上的這些事情。對，因為他不是光現在這次選舉啊，